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泥和汉堡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们悲催未来第7季第26集，这也是本季的最后一集。如果能够回到过去，你最想回到哪个时间段呢？月球公园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这是弗赖和莉拉第一次一起送快递的地方。不过那时候的他们可比现在努力多了。公园里还是那么热闹。碰见一个月球小丑，弗赖说：“用气球做一个莉拉吧，记住要用你们最好的气球。”没问题。不一会儿，小丑就做了一个莉拉出来，简直栩栩如生。不愧是学了5年艺术的人。两人继续约会，最后来到了疯狂章鱼。疯狂章鱼果然名不虚传，连班德都忍不住狂吐。难怪他的标语是“请顺风呕吐”。班德吐出的零件也造成机器故障，于是莉拉不幸被甩了出去。弗赖非常难过，我都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爱他。班德听不下去了，你明明都说了140遍了。是啊，可是他几乎从来没有在意过。当甜言蜜语变成了一种口头禅，我爱你这3个字就像你吃饭了吗那样随意。这时工作人员从急诊室出来，他们遗憾地告诉弗赖，你的夫人挂了，但好在我们找到了你们的填充玩具。弗赖表示他还不是我的夫人。就在他抱着玩具痛哭的时候，莉拉从玩具里钻了出来，原来他靠着气球莉拉里的气活了下来。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经过这场短暂的离别，弗赖决定向莉拉求婚，时间就定在明天。第2天，赫米斯正在让电脑给他来一杯咖啡，教授走了过来，并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，他发明了一个只有口袋大小，但却能让整个宇宙倒回10秒前的装置。说着给大家演示了一遍，时间果然回到了10秒前。不过因为他们在按钮区域外，所以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教授决定再试一遍，这次所有人都必须躲进他的时间壁垒里。时间壁垒覆盖了一层抗逆时蓄子水泥浆，因此只要进入里面，他们就可以不受按钮的影响。当所有人都躲进时间壁垒后，约翰从外面走了进来，他高兴地告诉大家自己捡了10块钱。教授拿走10块钱，然后按下按钮，约翰再次从门外走了进来。不过这次他没了10块钱，钱还在教授那里。莉拉见此提出致命疑问，那如果不停地按那个按钮，是不是就能回到更久远的地方呢？当然不是，每次按下按钮后，按钮就得用10秒钟来充能。弗赖又问了，那如果你有一个一直想要去重演的特殊时刻呢？这个按钮可以如愿的让这一刻一直保持下去吗？教授回答，别做梦了，时间按钮只能用于科学，一看你就是一个不懂科学的大傻子。可大傻子也有聪明的时候。弗赖和班德偷偷拿走按钮，来到了珠宝店。2人利用时间按钮拿走了很多订婚钻石。然后弗赖邀请莉拉来到餐厅，用俗套的方式给了莉拉一个惊喜。当莉拉感动准备拿戒指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，却变成了一场事故。紧急时刻，弗赖按下按钮，时间回到10秒前。为了防止意外再次发生，他提前做了准备。莉拉终于如愿拿到戒指，但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。为了让这一刻成为一个特殊时刻，弗赖预定了新纽约最高建筑的屋顶花园，也就是吸血鬼帝国大厦。如果莉拉同意做他的妻子，就得在6点半日落前半个小时到那里；如果不同意，那就不用去了。弗赖早早的来到2人约定的地点，他想，如果莉拉同意，他就用按钮让日落想持续多久就持续多久。吸血鬼表示，真是影子变长，怪事无常啊！时间很快就来到了6点半，可根本没有看见莉拉的影子。也许他堵车了吧？弗赖安慰自己，但往外面一看，道路畅通无阻。弗赖不死心，不相信莉拉会拒绝他。就这样，他一直等到了7点多，见莉拉还没有来，他终于心灰意冷。没有莉拉，他根本飞不出未来，不如就这样结束吧。说完，就从屋顶跳了下去。就在弗赖快要着地的时候，他竟然看见了莉拉，他正往屋顶走呢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现在才6点25分。弗赖的表不准，是因为他每次按下按钮的时候，表还是在走的，他并不会倒回去。可明白了又有什么用呢？一切都晚了。不，他还有按钮可以回到10秒前，可是按下按钮后，他依旧在空中，因为他落下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0秒。弗赖并不想就这么领盒饭，他一遍又一遍按下按钮，时间就这样陷入了循环。等等，这种情况是无解的，救命！救命啊！幸好教授及时发现，叫大家进入时间壁垒，否则他们会被撕裂成人体榨菜丝，就像这张钱一样。班德见纸已经包不住火，加上他又很喜欢出卖别人，所以他供出了弗赖。于是众人扛着时间壁垒来到帝国大厦，弗赖终于不用再无限次从高空坠落，他领盒饭了。莉拉见状，立马按下按钮，弗赖又进入无限次的高空坠落。教授因为走出了时间壁垒而不知所踪。艾米说，要是有办法能让弗赖软着地就好了，这样一直循环可不行。班德表示，
可以用我的安全气囊。最后，众人齐心协力，成功解救了弗赖。不过按钮也被他给做坏了，整个宇宙都静止了，只剩下他和莉拉。弗赖问：“这下可怎么办？”凉拌。刚开始他们还很兴奋，因为所有的东西他们只要想要就能随便拿。可是没过多久，他们就觉得有点孤独。弗赖终于鼓起勇气对莉拉说：“如果不是太奇怪的话，你还要嫁给我吗？傻瓜，就算你不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男人，我也会嫁给你的。”突然一束光闪过，两人害怕的抱在一起。晚上他们享受了比国宝还高级的待遇。休息好后，二人孤独的举办了婚礼。在婚礼的过程中，那束奇怪的光又出现了。莉拉觉得不用管它，不如我们先去度一个很长很长的蜜月怎么样？弗赖欣然接受，两人就这样愉快的生活了大半辈子。最后他们爬过240级台阶，又来到帝国大厦的屋顶花园。曾经吸血鬼刀的香槟还在那里，可他们已经变成老爷爷和老奶奶了。回想起这短暂的一生，弗赖觉得一切都很好，就是有点寂寞。莉拉却表示她从没有感觉到寂寞，还有那束光，恐怕这辈子也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啥了。说着说着，光就来了，还发生了变化，城市突然出现很多隧道，教授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原来当年他被传送到了与这个世界正交的时间点上，这几十年他一直在挖隧道，搜寻从过去到未来的每一个瞬间。弗赖也拿出坏掉的时间按钮，教授左松松右紧紧，几下就修好了按钮，并调整了设备。现在他们可以回到教授构思时间按钮之前的那一刻，也就是说，弗赖和莉拉要从头再活一遍。不过他们也会忘记在这里发生的一切。尽管是这样，二人也还是愿意从头开始。只要两个人足够相爱，时间都是浮云，没有什么能够挡住爱的步伐。当整个世界只剩下彼此，莉拉和弗赖还是携手走过一生。就算全世界不只剩下弗赖一个男人，莉拉也还是会选择嫁给他。真正的爱情不是冲动，不是短暂的爱过，更不需要那些所谓的甜言蜜语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才是最好的爱情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我是草妮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